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白鹿幽默回應身體狀況，比不過李佩儀，但能比飯量。最近一段白鹿在直播中談及自身身體狀況的片段，再次被網友翻出，並迅速登上熱議榜。鏡頭裡的他語氣平靜，卻難掩疲憊。他坦言，如今的自己已經很難再承受早年那種高強度、長時間的動作戲拍攝。短短幾句話，卻讓不少粉絲瞬間破防，評論區裡心疼別再拼了的聲音此起彼伏。就在外界情緒逐漸走向沉重之際，1月25日，白鹿本人在社交平台給出了回應。他沒有長篇解釋，也沒有刻意煽情，只用了一句看似輕鬆卻極具白鹿風格的話：論身體好，我肯定是比不過李佩儀，我可以跟她比比飯量。雙引號，一句玩笑，成功把話題從身體透支拉回到角色本身。而這一刻，很多人也才意識到，白鹿口中的李佩儀，正是她在新劇《唐宮奇案》中飾演的角色，一位幾乎從頭打到尾、體能消耗極大的唐代女官。一句玩笑背後，是實打實的身體透支。看似雲淡風輕的回應，其實並非輕描淡寫。熟悉白鹿的人都知道，她從來不是靠賣慘博同情的演員。恰恰相反，這些年她在作品中給觀眾留下的印象，往往是能打、肯拼、不嬌氣。從烈火軍校裡翻滾泥的負重奔跑的謝湘，到招搖中大段威亞、實打實的近身打戲，再到後來的古裝、仙俠、年代戲，白鹿幾乎把拼命三娘這個標籤牢牢貼在了自己身上。但時間不會因為敬業而停下腳步。白鹿在直播中直言，如今的自己已經明顯感受到身體機能的變化。和23歲拍攝《烈火軍校》招搖時相比，現在即便同樣的動作強度、恢復速度、耐力和抗疲勞能力，都無法再相提並論。而《唐宮奇案》恰恰是對體能要求極高的一部戲。《唐宮奇案》角色成就演員，也消耗演員。在《唐宮奇案》中，李佩儀這個角色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柔弱女官，她身處權力漩渦，既要有智謀與膽識，也要在關鍵時刻親自上陣，完成大量高難度動作戲。白鹿曾在多個場合提到，為了貼合角色，她提前進行了系統性的體能訓練，動作戲幾乎全部親自完成。從武打設計到現場執行，每一個鏡頭都力求真實。正因如此，這部作品也被他明確表示將是自己最後一部如此密集、高強度打戲的作品。這句話並非一時情緒化的感慨，而是一種冷靜而清醒的職業判斷，並非退縮，而是成熟的選擇。當減少動作戲的說法傳出後，也有部分聲音開始過度解讀，甚至將其上升為狀態下滑，開始走下坡路。但事實上，白鹿在回應中已經說得非常清楚，這並不是徹底告別動作戲，而是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玩命。這是一種極其成熟的演員自覺。隨着年齡和閱歷的增長，演員真正的價值早已不只體現在體能消耗上。白鹿也坦言，未來會逐步調整戲路，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文戲、人物情緒層次以及角色深度的塑造上。從近幾年的作品不難看出，他已經在有意識地完成這種轉變。無論是情緒克制、內心戲密集的角色，還是更貼近現實生活的女性形象，白鹿的表演方式都在悄然發生變化。娛樂圈裡被忽視的身體成本，白鹿的這次坦誠，也再次引發了關於演員身體消耗的討論。長期以來，觀眾習慣於用敬業拼命來評價演員，卻很少真正關注這些標籤背後所付出的代價。高強度拍攝、長時間熬夜、反覆受傷，幾乎是動作型演員的常態。而對女演員來說，
這種消耗往往更容易被忽視。一方面要面對鏡頭下的外形管理，另一方面還要承受體能和心理的双重压力。白鹿選擇在這個節點公開表達自己的身體感受，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真實。幽默是他對世界的溫柔回應。回到那句比不過李佩儀，但能比范亮的玩笑，很多粉絲說看完反而更心疼了，因為那不是敷衍，也不是回避，而是一種白鹿式的體面。他不想讓關心他的人陷入過度擔憂，也不願把話題引向消極。他用幽默包裹真實，用輕鬆回應關切，而這或許正是白鹿身上最打動人的地方。他可以很拼，但不逞強；他願意付出，但懂得為自己踩下剎車。演員的下一階段才剛剛開始。對白鹿來說，《唐宮奇案》或許是一個階段的終點，但絕不是職業生涯的轉折下坡。減少動作戲，並不意味着減少可能性。相反，這或許會為他打開更多表演維度、更複雜的人物關係、更細膩的情緒表達、更具現實質感的角色。當一個演員開始學會傾聽身體、規劃長期路線時，往往意味着他已經從拼勁走向定力。而對白鹿而言，這樣的轉身來得剛剛好。2. 上星央視，白鹿新片未播先火，古裝懸疑劇要迎來新高潮。一部劇還沒播，先導片播放量就衝到 9.2 億，央視都坐不住了。這數據一出來，娛樂圈都愣了。都說現在觀眾口味刁，劇集市場冷，可《唐宮奇案之輕霧風鳴》光靠一個先導片就在網上瘋轉，播放量硬生生衝到了 9.2 億。優酷平台上的預約人數早早突破了220萬，創下了平台古裝懸疑劇的預約新紀錄。連向來以選劇嚴格著稱的央視8套都忍不住下場，宣布要在1月31日的黃金檔和優酷同步播出這部劇。一部古裝懸疑劇，憑什麼還沒開播就有這般排面？故事要從貞觀9年那個奢華的上元夜宴說起。寧遠公主在眾目睽睽之下離奇身亡，死時嘴角帶笑，手裡緊緊攥着一枚染血的玉畲。她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：15年了，他們回來了。這句話像一把鑰匙，瞬間打開了唐宮深處塵封15年的秘密。奉命查案的是內業局的女官李佩儀和太史局的太史丞蕭懷瑾。白鹿這次徹底撕掉了甜妹標籤。她飾演的李佩儀，束高馬尾，身着墨綠唐制勁裝，腰懸唐刀，被觀眾稱為女版錦衣衛。為了這個角色，她提前3個月進組，研讀唐律書藝，特訓馬術和唐刀術，雨中打戲一拍就是12個小時，全程不用替身。她的目的很明確，表面查案，實則為15年前那樁李家滅門慘案翻案，而她是那場慘案唯一的幸存者。他的搭檔蕭懷瑾由王星越飾演。這一次，王星越頂着一頭白髮登場，手持復原自敦煌星圖的渾天儀，是個精通天文星象推演的智力擔當。這是兩人繼周生如故、寧安如夢後的第4次合作。從前幾世的意難平，終於變成了這一世的官方探案 CP。一文一武，從互相猜忌試探到生死相托，他們的默契成了劇集最可靠的保障之一。公主之死只是序幕，緊接着地上花、血色天姿、及時密文、七星錯一系列詭異案件接踵而至。後宮牆面每隔3日便出現血會牡丹，見花必有妃嬪瘋癲，大婚吉時，喜轎裡的新娘竟變成一具穿着嫁衣的骷髏。這些案件獨立成篇，卻又都隱隱指向那樁陳年的滅門冤案和宮廷深處更大的陰謀。劇組在制作上下了狠功夫。導演尹濤曾打造《錦衣之下》《琉璃》等爆款，這次他投入重金，一復刻了唐代的含元殿、太史局等核心建築，服裝紋樣嚴格參照唐代壁畫和出土文物，
連配角衣角的朱雀紋都按文物一一還原。讓考據黨興奮的是，先導片中一個2秒的星圖鏡頭被天文學愛好者發現，其北斗七星方位完全符合公元710年的實際天象。除了2位主演，配角陣容也頗有看點。姚安娜飾演一位表面是花瓶，實則手握關鍵線索的異域舞姬。老戲骨何中華演繹笑裡藏刀的柚香，一個眼神就讓人不寒而栗。戴露娃則挑戰雙面人設，白天是嬌弱嬪妃，夜晚可能化身壁畫殺手。劇集未播先火的背後，還有一套成熟的營銷組合拳。白鹿在社交媒體曬出劇集 OST 播放列表，調侃期待這個叫白鹿的歌手唱的曲子，瞬間點燃粉絲熱情。事實上，他已為《長月燼明》《寧安如夢》等9部劇集獻聲。這次的主題曲，他嘗試了3種唱腔，最終選擇了帶有敘事感的低音版本，為了貼合李佩儀刀鋒般銳利的角色個性。官方提前半年釋放唐風穿搭圖鑑，在漢服圈引發2次創作熱潮。當然，爭議也隨之而來。姚安娜在列兵中的演技曾遭質疑，此次表現能否撐起角色令人擔憂。也有觀眾指出，劇中戴露娃的甜寵支線佔了較多篇幅，可能會擠壓主線探案的節奏。同期，同類題材的《唐朝詭事錄之長安》也已放出預告，市場競爭壓力不小。當觀眾開始用放大鏡研究道具紋樣，用聲譜分析 OST 轉音時，劇集本身已經超越了一個娛樂產品，它成了一場全民參與的文化體驗。只是，當所有人都在期待白鹿持劍破案，王星越推演星象時，那個關於演員與歌手的身份權重該如何衡量的問題，以及姚安娜手中那份關鍵線索最終會指向何方，或許才是這場唐宮迷霧中最值得玩味的懸念。